ADAS 全配的 B segment sedan， 没错，今天我们看的新车就是2023小改款 Honda City。2023小改款的 Honda City 目前贩售总共5个车型哦，超多哎，从 SEV， 然后现在还加上了新的汽油 RS， 以及我身边这辆EHEV 油电 RS， 售价分别是85千、90千、95千、100千以及112千。不要怀疑，全车系价格全部上涨。我觉得，尤其是最入门版 S 的车型啦，从原本70尾，现在直接上到这个85千。为什么？很简单，就是我开头讲的一样。现在 Honda City 全车型都标配 ADAS 进阶式安全配备。你所想象到的那些 ACC 跟车啊、碰撞预警啊、车道系统啊，全部都标配上去了。那不一定是完整的，你要完整的，你可能要拿到我身边这辆高配的122千才完整。那其他 SEV 呢是比较入门的，就是没有低速跟车，然后盲点警示360这些肯定是没有的啦。那这个价钱大家怎么看？我个人是觉得啦，你看了价钱，看了配备，你会想到一件事，就很多人会觉得说，85千的 City 有这个 ADAS 很便宜。85千肯定比对手便宜，但是你去详细看它的配备，85千，里面的 Player 没有 Android Auto， 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的哈，85千是没有的哦，然后没有倒车镜头，然后后面没有 USB， 你就会想说，讲真的，多5000块上 E spec， 然后 Low spec 啊 E 啊 S 啊，头灯都还是给 Halogen 的头灯，就你就觉得说，就是真的是说，你真的 B segment 的 CD， 你真的预计真的是要拿一个90千出来，就有一辆比较稍微配备完整一点的 sedan。这次它的小改款改了什么？没有改什么？我们先说没有改的东西，没有改的就是它的动力系统。它的动力系统跟之前的 CD 是完全相同的，它有2组动力系统嘛，分别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汽油引擎。搭配这个 CVT 的变速箱，输出的马力121匹，扭力峰值145牛顿米。那至于我身边这辆高配版的 EHEV 油电版的车型呢，它的动力系统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它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汽油引擎，但是那颗引擎平时主要是拿来做发电的工作，它的出力主要是由那颗电动马达负责处理，汽油马力98匹，电动马力109匹，汽油扭力121牛顿米。电动扭力253牛顿米，搭配的是 eCVT 的变速箱，所以 CD 目前卖的就跟之前一模一样，就是你要传统的汽油，我可以给你传统的汽油，但是如果你要充沛扭力那种加速市区行驶非常爽的 EHEV 的 CD 253牛顿米的扭力，今天它还是有给。那价钱我记得好像差别原本是108千8。现在要上到112千，你说差别改款之后差别有很显著吗？其实我觉得还好。那你会想说，小改款之后 ，Honda City 到底有什么改变的？很简单，我们看它车头、车尾跟车侧外形上的改变，其实就是它的 soft part， 就是水箱护罩这个地方，保杆跟下缘的这些。造型部件是它小改款改变的东西，车侧改的是轮圈以及 side skirt， 车尾改的是 bumper， 所以表示什么？车头灯它完全没有动，它是改下面这些 plastic part， 然后水箱跟这些东西，这些是它造型上比较给你跟之前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地方，感觉差别大不大？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啦，就。有一点点不同的面孔这样子，整体的造型其实还算是蛮好看的。全车系都标配的这个 LED 日行灯嘛，那 S 版、E 版卤素头灯，你要 VRS 开始才有这个全 LED 的头灯组。再来就是 RS 的这个车型，算是一个比较高配运动化的造型。汽油版跟 EHEV 版现在都有 RS 造型所以你就有一个这样的面孔，你不管以前你会觉得说，你要 RS， 你必须买 EHEV， 现在不用了，你1.5你也可以买到 RS。还在犹豫要买哪一颗行车记录器吗？不要再想了，就是它，全新的70迈
A810 4K HDR 行车记录器，它升级了很多东西，包括它的主体晶片以及它的感光元件，所以它现在不止 4K， 还可以支援 4K HDR 的拍摄能力。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前镜头拍摄的白天或夜晚的行驶画面都更加清晰，画质更加的出色。而且我们都知道嘛 ，A 系列都有支援后镜头嘛，它这个的后镜头也升级成 RC12，后镜头也加上了 HDR 的拍摄能力，所以前面的画质更出色，后面的画质也提升。现在不只是画质提升，角度也提升了，从原本140度的超广角升级成150度超广角，拍摄更加无死角。除了这些以外呢，它今天也可以选配升级 4G Hardwire Kit。什么是 4G Hardwire Kit？4G Hardwire Kit 呢，就是你的24小时监控线可以放 SIM 卡，可以上网，表示说，如果你的车子在晚上停着的时候，周围有可疑人士在旁边走动，甚至碰了你的车子，对你的车做了什么东西，它会把即时画面发送到你的手机，给你知道。所以不管你在天涯海角，都可以掌握到实拍画面啊，前提是你要可以上网了哈。那这个功能会在今年10月底、11月正式上线。所以这么高科技的东西，这么阿达斯的东西，就不要再想了，现在马上就到切身买的 Shopee 或 Lazada Official Store 下单购买吧。你知道吗？其实2023年小改款的 Honda City 变长了，车身长度增加了。为什么？看这一 part， 这是新小改款多出来的 part， 所以它从原本到这边的长度多了大概2到3个 cm 的长度吧。新的保感，这个保感是新的，然后在新的这个套件上去，对，这就是小改款 City 之后不一样的地方。那 RS 版加了一个对比色的尾翼啦，这个其实还蛮好看的。然后 RS 版还有蓝色的这个厂徽配置。至于尾门的部分呢，还是传统尾门哈，对，就因为 B segment 的尾门啊，很基础的配置，空间非常大。那重点是什么？EHEV 版肯定没有备胎，你就只有一些收纳空间供工具组而已。那后座还是可以做倾倒，64在这边旁边拉一拉就可以做椅背倾倒了。大空间是 Honda City 一直以来的优势，所以你看我的膝部空间大，头部空间，头部空间意外的就剩下差不多2颗指头了。但是你是坐直剩下2颗指头哦，所以其实还算 OK。大腿支撑长度够，椅子隆起高，然后这个凹陷处理的其实算是符合人体工学，所以你坐在后座，你的整个乘坐感其实是不错的，空间感有，乘坐感有，所以 Honda City 作为一辆家用车，它其实有它很独到的地方啊。那因为是 RS 版嘛，当然是皮革材质，应该是说从 V Spec 开始都是皮革座椅，那入门就是 SRE 呀，就是布料座椅，然后入门 S 好像连下面USB 都没有，然后你看现在它用什么？现在用 Type-C 嘞，这进步的还蛮快的，我觉得不错。后面有冷气出风口，中间隆起一点点，中央靠手啊，这个是 Honda 的通病，就是它永远不会跟你定在中间，它一定是趴下来的。你不管是据说不管是 City 还是到 Civic 还是到它的200多千的车型，都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就。你把它定在这边很难吗？我看也是，外国也蛮多媒体在讲这件事的。对，然后旁边都是硬质塑料，都是硬的哈。对，跟 WRV 非常像，可是它没有卖到 WRV 这样贵，所以我其实还 OK。本来 B segment 这样子其实是 OK 的。那下面有一点皮革，然后靠手也有皮革加红色的车缝线，整体啦。Honda 真的是很成功的在营造空间感的部分，所以你在后座坐起来的这个感觉，你给乘客的感觉真的是有加分。好，坐上 Honda City 的驾驶舱，它的这个内装设计，大家感觉如何？几点蛮吸引我的，看红色的饰条搭配。皮革，然后有红色的车缝线，这个搭配可能是高配版100千以上才有哦，所以这个搭配起来感觉还蛮有诚意的。那整体的设计感，我觉得也都蛮好看呐，真的都蛮好看的。荧幕现在很明显有 Android Auto， 有 Apple CarPlay， 而且2个 RS 版
现在都有支援 wireless 的功能。如果你是 E 跟 V， 你还是 wire 的，但是RS 两个 RS 就是都要110以上，它才有支援 wireless 的功能。那下面单区恒温空调有自动恒温空调，那下面有 USB 2颗，然后有一些收纳格、CVT 的排档杆、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收纳格这些等等，这些肯定都有的。那重点就是电子手刹车，仍旧只有在最高配的 eHave RS 才有，就是你要112千才有电子手刹车。这个东西有什么差别吗？有，因为你要电子手刹车，你才可以后轮是 disc brake， 你后轮 disc brake 你才可以电子手刹车，然后你才可以支援 low speed follow 以及 stop and go 的方向。所以表示说。Honda City 你要低速跟车 ，ACC 你要低速跟车，你一定要1.5 eHave 的 RS， 就是112千的车型。你即使买到100千的1.5 RS， 你也是没有那个方向的。对，你一定要最高配才有电子手刹车，才有这个 low speed follow。相对 Vios 来说，96千吗？你就已经有电子手刹车，然后你就有 low speed follow， 所以这两者之间。你要自己去衡量，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配套，自己去做决定。好，再来驾驶盘3辐式，家族式的驾驶盘啦，按键非常丰富，因为现在功能真的是非常完整了。然后可以哇，有点硬哎，有点它的驾驶盘上下的调整有点粗糙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好像卡住这样的。第一次给我拉到这样的感觉，驾驶盘好奇妙。好，再来就是驾驶仪表的部分啊，还有很重要的换挡拨片 ，Pedal Shifter。我没有记错的话，全车系标配啊。The Power of Dream 就是这个意思。对，全部都要换挡拨片。那至于驾驶仪表的部分呢，它现在仍旧使用混合式驾驶仪表，就是一半是传统的指针，就是右边这个。很简单，很阳春的指针车速表。那左边呢，数位显示。那相对对手，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就是全数位的了。那 Honda 现在还没有用。针对这点，我个人觉得有好有坏啦。就有人喜欢全数位，那我认识有几位车主，他们是很喜欢传统的时速表的，所以这点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座椅的部分，前面2张座椅也肯定都是皮革的。然后它前面2张座椅难得它是一个比较不以完全舒适为考量的，它是以支撑蛮强烈的支撑性为考量。发泡棉是偏硬的，支撑感很明显。然后左右的包覆就不算明显，就稍微一点点而已。哎，我又要回到一个问题了，今天这辆车的价钱哦，哎呦，现在我今天这辆112千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配套，你觉得如何呢？我觉得这个配套它有诚意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它的 eHave 系统，就是它的油电混合，我们所谓的增程式油电混合系统，它可以给到你非常卓越的扭力，这是 Honda 车主最喜欢的 Power of Dream 嘛。那 1.5 RS 纯汽油版的话呢，你的想法又如何？还是说这几个车型里面？你究竟会买单哪一个？你会因为 1.5 RS 然后去买一辆100千的 City 吗？还是你会维持你就是原本的选择，拿普通汽油版 SEV 这样的车型，然后现在有这个ADAS 功能 ，ADAS 功能再强调多一次哈，没有360环境显示，没有低速跟车，低速跟车要最高配才有，然后 Stop and Go 也要最高配才有，对，然后还是用那个。左边的 Lane Watch Camera 为主，然后 Low Spec 没有这个 Player 的啊 ，Low Spec 是没有这个 Player 的 ，S 版是传统 Player， 没有 Android Auto， 没有 Apple CarPlay。对，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拜。